这个女人在地府鬼混了80年，每天去孟婆那里偷酒，让阎君陪她喝，喝醉后就找刚下来的恶人，把他们都捏爆，让他们魂飞魄散。阎王拿他没有办法，孟婆恨不得杀了他。他在孟婆眼里就是十恶不赦的小偷，他的醉红尘一大半都是被这地府恶女偷喝了的。他名字叫王旺旺，因为就是喜欢听别人汪汪汪的叫。王旺旺，你又打杀犯人。阎君，你叫的挺好听的，会叫，您就多叫点。王祖宗爷，这是你这个月打杀的第23个鬼了。我知道他们在人间作恶多端，可是死后到了咱们这里也是需要经过审判才可以定罪的，你不能直接捏爆他们。这样的恶人还需要审判？他们连畜生都不配做。你很忙的，别在这样垃圾身上浪费时间，不用谢，回见。可以再也不见吗？阎王找到了孟婆，两鬼一阵的这样那样的密谋后，阎王笑眯眯的离开了。孟瑶，我来了，想我了没？想了，想你怎么还不转世投胎，一直在地府霍霍我吗？女人啊，就是口是心非，如果地府少了我，你们得多寂寞啊。孟婆拿出3瓶醉红尘说，没有了，只剩下3瓶了，都被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贼偷完了。爱死你了，瑶瑶。你说这红莲仙尊怎么这么没有眼光啊？我们瑶瑶多贤惠的女子啊，她竟然看不上。我说过多少次了，那都是谣言，我不喜欢红莲仙尊，我只喜欢酒。到，别生气，来，瑶瑶陪着姐姐喝一杯。我一直都好奇，你这么强悍的女人，到底是因为啥会死得不明不白的？我失忆了，不知道。美酒当前，想那糟心事干嘛？喝酒，干杯！他一如往常的喝醉了。等再醒来的时候，他魂穿到一个平行世界的70年代了，看着眼前这个奸猾的原主的三哥，王旺旺一脸阴郁。小妹，我真的不是故意推搡你的，你头还疼吗？王旺旺缓了缓，摸了摸后脑勺的大包，这就是造成原主死亡的直接原因。用脚趾头想都能想明白，都是阎王和孟婆搞的鬼。每次看到我，孟婆都跑得跟兔子似的，这一次竟然主动拿出3瓶醉红尘，不正常，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哼，人类的寿命区几十年，等我死了，还是地府恶女。哟啊，你咋坐地上啊？快起来，快起来！爹，三哥进俺娘屋偷东西，被我看见了，他就推我，你们摸摸我后脑勺的包，差点摔死我。王大山拿起笤帚就追着王勇打。你这个瘪犊子玩意儿，你这个丧良心的，你妹妹忘了我们全家，要不是你们妹妹，你们都饿死了。不懂感恩的畜生，能一起过就给我老实点，不能过就把你一家子分出去。刘桂花心疼地扒拉开王旺旺的后脑勺的头发，一个红红的包包。大山，给我往死里打！这样不懂心疼妹妹的畜生，不配是我刘桂花生的，生个红薯都比生一强。王旺旺接收了原主的记忆，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团宠，父母简直对她是无脑的宠爱，她就像古代的小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这艰苦的年代，她不上工，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吃的还是家里最好的。我这人设好像是反派啊。好啊，这人设我喜欢，在地府我也是反派，鬼们又爱又怕的存在。张菊刚进门就看见自家爷们被打得满院子跑，求求你了，饶了你三哥吧！你三哥平时这么疼爱你，你不能看着你三哥被咱爹打死啊！张菊，我给你脸的是吧？在我面前演小白花，你要是长得好看一些，柔柔弱弱的，我还能生出一些怜爱给你。看看你的斜拔子脸，看看你黑红的粗糙的都能打磨东西的皮肤，看看你那都快松弛到嘴巴上的眼皮儿，看看你鼻子上的粉刺头，看看你的水桶腰，看看你10几天都不洗的脚。张菊，谁给你的脸来装柔弱的小白花？是我瞎眼的三哥。我闺女真厉害，嘴巴真好使，说的棒棒的。小妹是有文化的人，这骂人都不带脏字的，还去蓄势刀剑。小妹威武霸气啊，早就看老三两口子不地道啊，该骂得好。我没有眼瞎。王大山拿着笤帚霸气地对着三儿子说：孽障，把你偷的钱还回来！桂花，进屋看看你少了啥。刘桂花转身进了屋，然后屋里传来歇斯底里的喊叫：王大山，给我往死里打！他偷了我10块钱。数完钱的刘桂花一阵风似的从屋里刮到了门外，锋刃直接朝着张菊而来。张菊，你这个搅家精，是不是你怂恿老三偷钱的？张菊支支吾吾的不知道怎么解释，的确是他怂恿自家男人去偷钱的。他娘家弟弟要结婚了，父母问他们要钱，张口就是10块钱，他和老三手里加起来就5毛钱。于是他出了个主意，让老三提前说肚子疼，小公回来从娘那里偷拿10块钱，然后嫁祸给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窝里横的小妹。张菊，你说是不是你？前几天就听说你那个不学无术的弟弟要结婚了，这是你爹娘要钱，又要到你这个伏地魔这里了，是吧？既然觉得你娘家好，你回去吧，我们庙小，盛不下你这尊大佛。娘，你是会说话的，你就多说点。这样的不正之风，我们家这样跟正苗红的家庭是绝对不允许个别的蛀虫来腐蚀我们的。
说完，他走到了三哥面前，扯开他的衣服，从内衣袋子中掏出了10块钱，递给了王大山，说：爹，人证物证俱在，容不得王勇抵赖。爹，玉不琢不成器，虽然现在琢得有些晚了，但是还有一句话，大器晚成，您好好给他捋一捋，他也许还能长直溜了。爹，别心疼，别看在我的面子上手下留情，可劲的揍，一顿揍，他改不了偷东西的恶习，你老就辛苦，给他来2顿、3顿，直到他能深刻体会自己的错误。王旺旺心里想，打吧，可劲的打啊！你闺女的小命就是上一世葬送在这仨儿子手里的。小妹，有你这么狠心的吗？我可是你三哥，亲三哥。在地府嚣张跋扈了80年的女人，阎王孟婆实在受不了了，合谋给她送去重生了。刚重生就被三哥诬陷，颠婆的舅舅能忍，咱舅妈也忍不了啊！爹，别气了，10块钱拿回来了就成。你看王勇他知道了错了，站在那里挨您打了也没跑。谁来救救我？我见鬼了，我腿儿动不了了。王大山一听，赶紧拿着笤帚去堵王勇的嘴巴，小声的警告：别胡咧咧，这种破四旧的事情能在嘴上胡咧咧的，你是不是记恨我打了你？你想把我们一家子都送去蹲耙离子？真话都不能说了吗？我是真的见鬼了，好好的腿愣是不能动了，跟焊在地上似的。娘啊，我亲娘啊，我错了。说完，他举起手就朝着自己的脸上扇去，真的是抬得高高的，落得慢慢的，看得王旺旺一阵牙疼。竟然见到了前辈，阎王狗东西是故意的吧？让我这个恶人自有恶人磨吗？看着张局装模作样的，王旺旺手指动了动，然后大家就看见原本装模作样的扇自己耳光的张局，现在扇得啪啪啪的巨响，2巴掌下去，大家就看见了他脸上的手指头印子了。阎王，你的算盘珠子打错了，我这个地府恶女走到哪里都是恶女，可以允许别人模仿，绝对不允许超越。啊！救命啊！见鬼了啊！喊完，他自己1巴掌直接把自己给呼晕了，世界安静了。老三，把你媳妇抱回你屋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的。再敢当伏地魔，盯着老娘的钱袋子，老娘就把你们分出去，让你们彻底喝东南西北风。大丫小丫，去把你娘拖回屋里去。王勇，给你脸啊！大丫7岁，小丫5岁，瘦弱的跟5岁和3岁的孩子，你哪里来的脸让孩子去拖死猪？要不这样，我把张局给肢解了，这样孩子们就可以拖得动了。王勇脑海立刻出现一幅血淋淋的画面，他家小妹实在太凶残了，也不知道父母和哥嫂到底喜欢他啥。王勇风一般的抱着张局跑回了房间，生怕晚一步，他凶残的妹妹就把媳妇给肢解了。小妹，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大嫂、二嫂还有娘一起去收饭，很快就好了。小姑，看看，快看看，我和哥哥给你抓到了虾，你最爱吃的虾哦。王小明也从门外跑了回来，还哭了。王小明，你身上的泥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小姑，我也抓了一只虾的，被狗蛋抢去了，还把我推到了泥里。走，小姑给你报仇去。一声令下，王小龙、王小雨、王小明、王大丫和王二丫都齐刷刷地跟在身后。小屁孩，不想挨打，就把王小明刚才摸的虾还给我。狗蛋一看王小明把他讨厌的姑姑喊来了，有些心虚，他看了看周边，扯着嗓子喊：娘啊，爹啊，爷哪啊，有人想打你3代单传的儿子了。然后王旺旺就看见远处嗖嗖嗖的窜出几个威武的身影，这狗蛋的面相和他娘是有亲缘线的，可是他爹和爷奶都是没有亲人缘线的，这是吃到了个大瓜啊！旺旺，你一个大姑娘了，怎么还欺负一个小娃娃？这老壁灯怎么一股茶味啊？大爷，王狗蛋手里的虾是我家小明摸上来的，我是想让狗蛋物归原主。第二，大爷您对鱼虾过敏，我王冲哥也对鱼虾过敏。根据遗传学来说，如果狗蛋是王冲哥的亲儿子，狗蛋也应该对鱼虾过敏的，所以我也是来阻止狗蛋吃了鱼虾的。万一发生过敏现象，严重的都会窒息的，要命的。当赵顾弟听说亲儿子3个字的时候，立刻慌乱到不行，他结结巴巴地说：王旺旺，你胡说八道，狗蛋是我的亲生儿子。旺旺妹子，你是说，如果我对鱼虾过敏，狗蛋如果是我亲儿子，也肯定会过敏的，对吧？从医学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说完，王旺旺带着孩子们潇洒离开了，只因狗剩拿走了小明刚刚给颠婆姑姑抓到的大龙虾，姑姑就带着一对活宝去找狗剩，不料却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瓜。狗剩爹这才刚反应过来，他回忆了一下赵顾弟生产狗蛋时候的点点滴滴。那天挺着大肚子的赵顾弟收到别人带来的口信，说他弟媳妇要发动了，他着急的就要回娘家。王冲不放心，要陪着一起去，可是赵顾弟是各种理由的阻止他跟着去，最后还是拗不过王冲疼爱肚子里孩子的意念强大，只能让他跟着去了。到了赵家，老丈人指使他去镇子上买红糖了。等他往返3个小时后来后，发现自家媳妇也生了。你媳妇吓到了，也早产了。他得了一个大胖儿子，小舅子得了一个瘦巴巴的闺女。可是现在他觉得哪里都透露着古怪。
狗蛋是你赵家的孩子吧？那瘦巴巴的小丫头才是我王冲的种，是不是？赵顾弟，你枉为人母，你明明知道那可怜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他们赵家人如此对他，你做亲娘的就不心疼？我要和你和理，我要休了你这个毒妇！我错了，我只是想要一个儿子，我在王家的地位才能稳啊。你这个毒妇，你是看我们王家比你赵家的日子好，所以才帮你弟弟养孩子的吧？现在想一想，那孩子长得多像我啊，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赵多，你们赵家给孩子起名字都带着情绪的，大名字叫赵多，小名字都喊他小鱼，你们是想给他起名赵多鱼吧？走，老头子，喊着五福内的兄弟姐妹，咱们去找孩子去。王冲，这毒妇我们不要了，要不起！呼啦啦的来了一群人，拉着赵顾弟和一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狗蛋，乌泱泱的朝着隔壁的赵家村去了。到了赵家，王老汉指挥着人就把赵家给砸了个稀巴烂。去一个人把赵家村的村长喊来，再去一个人去镇子上的帽子局报案，就说有人恶意偷盗孩子。秋神子，你是他家的邻居，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请不？我也不知道啊，换孩子，换谁家的孩子？我的天啊，不会是赵多吧？赵军媳妇和赵顾弟同一天生的孩子。你别说啊，这狗蛋长得真像赵家的种。以前我们以为狗蛋是随了赵顾弟呢，现在一看，这是像赵军啊。王老哥，我对不起你呀，孩子不是故意报错的，就是不小心。老赵头，你这话假里吧唧了，你生了个男孩，能不小心抱成女孩，那可是你大孙子啊！你是想让大孙子去王家过好日子，也想让你闺女在王家有地位吧？缺德带猫眼的玩意儿，我一直说他们家最坏的就是这笑眯眯的老赵头，你们都不相信？去你的狗屁！我闺女的孩子和我儿子的孩子都是我的孙子孙女，我怎么可以故意报错？他老王家想抱孙子，我老赵家也想抱孙子啊，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亲孙子给老王家？说的也挺有道理啊，这重男轻女的时代，谁会用男娃去换的女娃？用女娃换人家男娃还差不多。你家闺女已经认罪了，今天我们来，第一是带走我们的亲孙女，第二，你们家狗蛋我们王家养了这么多年，看看这浑身的肉，再看看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待赵多的，就算是外孙女，你们也不该这样搓磨孩子吧？你们要把我们养狗蛋的钱还给我们，要不然我们就直接爆帽子。第三，赵顾弟这婆娘我们老王家要不起，让村长做个见证，今天王冲和赵顾弟和离了。王冲，我们9年的夫妻了，你不能就这样不要我了，你是逼着我去死啊？我们把小鱼带回家，我们好好的生活，可以吗？赵顾弟第一胎由于早产，已经不能再生育了。原先我带他去镇子上的医院看过，我刚才已经让人去找那个接生婆了，人马上就到，真相就能揭开了。冲哥，我把这老钱婆抓来了。赵家的，你当年说不会有事的，都是你家孩子，我只是负责接生，我可以没有参与换孩子啊。当年赵顾弟和赵军家媳妇发现2人同时怀孕的时候，就打了换孩子的主意，给了我5块钱让我隐瞒。赵顾弟还没有到生产的时候，你是让我一包催产的药，把孩子强行催生的，所以小鱼才一直这么瘦弱的。每次我看到那个孩子，我都感觉亏欠的慌。我不是人，但是我真的没有参与换孩子啊，是他们自己换的。那时候赵家穷啊，孩子去了王家能过上好日子。去个人把小鱼带出来。村长看了看赵军媳妇刘芳，还有赵婆子都躲起来了，只有老赵头出来了。别装缩头乌龟，赵军，带着你老娘和媳妇都滚出来，把这事给解决了，不能闹到帽子局。赵军缩着头从里屋出来了，看到王冲笑了笑说：姐夫，你来了，王叔、王婶子都来了。王冲冲上去抓着赵军的头发，就啪啪啪给了他2耳光，气得手都在发抖。小鱼就算不是你亲生的，也是亲外甥女，你这黑肝烂肺的，我把你儿子捧在手里疼，你把我闺女往死里搓磨。奶奶是个混蛋，没有认出小鱼，以后奶奶一定可敬的疼我们的小鱼。小鱼，爹对不起你，不知道你被抱错了，你是我王冲的闺女，不是这赵家一窝蛇蝎的孩子，爹一会就带你回家。姑父，你说小鱼是姑父的闺女，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小鱼才是我的亲生闺女，狗蛋是他们老赵家的种，你娘联合外人把爹骗了。赵军，你这个怂蛋，我要把我闺女小鱼带回家，我们把你们的狗蛋带回来了，你们赵家赔偿我们100块，我和赵顾弟和理，如果有一条不答应，我就去报公安，把你们都抓起来。我王冲说到做到，我王冲虽然混了点，但是自己的孩子还是非常疼爱的。我虽然喜欢男孩，可是闺女是我生的，我也喜欢。
王老汉和王婆子有些舍不得狗蛋，想把狗蛋也带回去，被王冲严词拒绝了。爹娘养了这么多年，我也很舍不得，但是你们把狗蛋带回去恶心我闺女的吗？我闺女的受的苦都是他们赵家造成的，我和赵家的人从此势不两立，包括狗蛋。你们想要孙子可以，我和赵谷地和离了，我再娶一个，无论如何都给你们生一个孙子，但是赵狗蛋我是坚决不要的。当天晚上，王冲一家带着小鱼，拿着礼物来了王大山家，是来感谢王旺旺的。小鱼，给你旺旺姑姑磕一个，如果不是你小姑姑，我们还不知道你才是咱们家的闺女。小姑，我不想叫赵多，也不想叫小鱼，姑姑可以给我取个新的名字吗？王源，圆满的圆，姑姑希望你一生圆满，事事顺遂。旺旺妹妹，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和赵谷地和离了，连自己亲生闺女都害的女人，我们老王家要不起。以后我准备再娶一个，但是前提一定得对圆圆好的女人。有苗头了，我就带来给妹子看看，妹子给我长长眼。他是感觉王旺旺是有些神通在身上的。别着急，1年后你就能碰到对的人了。王冲眼睛亮了，他没有猜错，这小丫头是有神通在身上的。妹啊，哥晓得了，圆圆刚回来，我要可劲的对圆圆好，把这么多年欠她的都补回来，一时半会也没有想着找下家。王冲哥以后的福气都在圆圆身上呢，你要珍惜。或是最强异能者居然穿越到80年一个男人的蝌蚪上，他正在和一群小蝌蚪争上游，拼命的和千军万马争上游的时候，别人都是魂穿啊，身穿呐，我玩了一把高级的是精穿。8个月的时候，瓜还没有熟就落地了，他成了远近闻名的病西施。小莫的升级来了，我已经测算过了很多次了。安源省、水桥镇、王家村，你们提前派人去那里盖房子，让小莫去那里养着吧。他的缘分也在那里，见到人他自然就能感应得到。多谢老者。这么精彩的视频，大家看得开心吗？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可以上闲鱼搜索接好运，里面有各种学霸的复习笔记，每本都很有用，还有学霸考研上岸后低价转让的平板简陋，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闲鱼真是太全面了，一站式考研服务中心，我已在闲鱼上岸，大家快去看看吧。老夫已经入了这世俗很多年了，不是当年的凌云道长了，我就是凌培，凌家的三子。抱歉，凌老，我一时间又忘记了。让那里抓紧盖房子，1个月之内必须要入住王家村。下午的时候，欧阳莫奇醒来了，醒来就听说要把他送去远离京都的王家村休养，还说他的缘分就在那里。镇子上来人了，直接把王大山请去了镇子上的派出所，吓得王大山两股战战。结果所长客气的给他泡了一杯好茶。京都送过来一个重要人物，要在你们王家村休养，我们会派人去王家村盖房子，希望村长给批大一些的宅基地。就这事，就这事。杨所一句话的事情啊，领导啥时候去盖房子？我今天正好在这里，我们就把地基的事情给办了吧。王大山回去后，第2天镇子上就来人了，一车一车的砖瓦往王家村运输。半个月的时间，一个类似的4合院的房子就盖好了。王大山最近只顾着看着工人盖房子了，把分家的事情给耽误了。房子完工了，他又想起来了，爹，不分家也没有关系，三哥就是欠揍，只要他动坏心思，我就揍他。嫂子我不能打，但是嫂子犯错，我也会揍三哥。所以三哥，你要规范好你自己的同时，也兼顾管理一下三嫂，要不然挨打的总是你。今天我可以让爹娘先不分家，看看你们的表现。还有2个孩子，你们做父母的要学会疼爱，女孩也是你们的孩子。而且三嫂，你自己也是女人，你为何要歧视女人？你天天骂孩子赔钱货、懒货、好吃嘴，我知道你是在指桑骂槐的针对我的。可是三嫂，你有什么立场嫌弃我啊？我吃的喝的是我爹妈的，我没有吃过你1块饼干、1块糖，你凭啥嫌弃我？大嫂把好吃的都留给我，连自己孩子都不给。二嫂会把1半的好吃的留给我，1半的留给小明。你呢？有吃的喝的就送回娘家，连自己的亲生闺女的口粮都克扣，送回娘家。我嫌弃你是伏地魔了吗？三嫂，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你原先当小姑娘的时候过的是什么猪狗不如的日子？你们张家拿你当人了吗？你到了我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娘虽然嘴巴爱说些，对几个媳妇都是非常好的，从来不向别人搓磨儿媳妇。你再这样冥顽不灵，爹娘让你和三哥离婚回家，你想过回家后的日子吗？你爹妈和弟弟还会把你当商品一样的，价高者得，以后卖去什么样的家庭？一个2婚的，他们能像咱家这样善待你？你是个聪明的人，你好好想一想。这些道理都没有人和我说过，我从小到大的想法就是做姐姐的必须帮扶弟弟。爹娘，我以后改，别让我回家。呜呜呜呜！这么精彩的视频，大家看得开心吗？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可以上闲鱼搜索接好运，里面有各种学霸的复习笔记，每本都很有用，还有学霸考研上岸后低价转让的平板简陋，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闲鱼真是太全面了，一站式考研服务中心，我已在闲鱼上岸，大家快去看看吧。王旺旺看见张菊的灵魂的灰黑色，黑色在慢慢的褪去，说明今日他是真心的在悔过的。小妹不愧是我们孙独一份的高中生啊，这说的也太有道理了吧。分家的会议变成了拍马屁的会议，一家人几乎绞尽脑汁，把能用的夸人的词语都用上了。京都，欧阳莫奇被扶上了车，助手沈飞，爷爷的警卫员赵云川，部队的退伍军人兼厨师刘顺，四人开着车朝着王家村来了。杨斌亲自带着他们来到了王家村，找到了王大山家。小姑，我去开门，你把二郎腿放下来。爷奶说了，你是大姑娘了，得注意形象。一切就绪，才打开门。小姑，门口有个穿帽子衣服的大叔。王旺旺从躺椅上站了起来，掸了掸身上的衣服，捋了捋头发，朝着门口走去。这男人长得也太带劲了吧？请问你是哪位上仙来这人间历劫的？当王旺旺一靠近，原本呼吸有些喘的欧阳莫奇立刻感觉那种呼吸困难的感觉减缓了。他诧异地望着眼前长得白白净净、五官精美、眼睛里仿佛有星星的女孩。难道凌云道长说的女孩就是眼前的女孩？为了验证一下，欧阳莫奇伸出手自我介绍：我叫欧阳莫奇，京都人，来这里休养身体的，很高兴认识你。王旺旺双手抱住了欧阳莫奇的大手，还不动声色地在他手心里面挠了一下。欧阳莫奇惊讶地张大的嘴巴，因为顺着女孩的手，有一种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朝着他狂奔而来。这就是我的生机。我叫王旺旺，是村长王大山的小闺女，欢迎你入住王家村。欧阳莫奇同志，我爹他们还没有下工，我带着你们先去你们新房子那里吧。他竟然主动要握女人的小手，这还是那个冷面阎王吗？王同志，以后多照顾了，我身体不好，也没有朋友，如果你不嫌弃，可不可以经常去找我玩？我也可以来找你。难道阎王送我来就是为了让我解决个人单身问题的？他一把抢过沈飞手里的轮椅，推着欧阳莫奇就朝着新房子走。完蛋了，小姑跟着野男人跑了，我们要不要去通知爷奶？你这是打小报告，被小姑知道了，她会生气。王旺旺带着他新认识的男神来到了新房子，沈飞打开了2扇大门，入眼的就是一个无头阿飘，一个燕阿飘，还有一个倒霉阿飘，占据了新屋子的客厅。客厅被阴气环绕，王旺旺赶紧松开推车的手，走到大门前，当着所有人的面哐叽一声把门关上了。门口等一下，我清理一下卫生。这小村姑长得挺好看，怎么感觉这脑子不太好啊？欧阳莫奇朝着沈飞投去了一个冷冷的警告的眼神。这村姑干嘛关门？我刚才看见超级大美男了，我今天晚上就要洞房花烛夜。这村姑的眼神不太对啊，我怎么感觉她能看见咱们啊？怎么可能啊？这么多年了，有几个能看到咱们的？除非那些很小的孩子，偶尔有可以看到咱们的。现在的年代不允许有天使啊、道士、和尚这样的存在了。放心吧，没有人可以看到咱们。是吗？没有人可以看到你们吗？王旺旺手一伸，倒霉阿飘就不受控制的朝着王旺旺飞了过来，脖子直接飞进了王旺旺的白嫩的小手中。小村姑，你想干嘛？放了倒霉阿飘，我饶你一命。如果我不呢？王旺旺手里多了一个绳子，朝着燕阿飘扔了过去。燕阿飘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他被困成了粽子。大师，饶了我们吧！我们几个除了吓人，从来没有做害人的事情。我们占据这里，是因为这里没有人。大师，放了我们吧！我们立刻离开，马上离开。就是看在你们没有杀生的份上，我才留着你们的魂的。以后不准靠近这个房子10米内，再看到你们在这附近晃悠，我直接捏爆你们的魂魄，懂？滚吧！3只鬼灰溜溜的逃跑了。王旺旺从空间拿出净化符，原本阴气环绕的客厅瞬间干干净净了，原本阴冷的感觉也消失了。欧阳莫奇是异能者，虽然隔着大门，他还是感觉屋内的阴冷的气息消失了。小丫头还挺厉害，就是这名字一言难尽。刚才我差点喊汪汪汪，听起来是汪汪汪的狗叫声。这村长真的是奇葩呀，给闺女起了一个狗叫的名字，也太不雅观了吧！大门重新打开了，王旺旺做了一个很绅士的请的动作。欧阳莫奇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王旺旺直接嘴巴张得老大。腹肌还有公狗腰，修长有力的大腿，有弹性的翘臀，这样的极品帅哥必须扒拉到自己的碗里来。王同志，可以扶一下我吗？一路舟车劳顿，我有些走不动了。王旺旺毫不犹豫地伸出了魔爪。慢慢走，不着急。咱们家莫少今天是怎么了？是在试探小村姑？难道小村姑是敌特？莫少这是发春了，这么主动招惹少女，刚认识就拉拉扯扯的不太好吧？莫少，你堕落了。莫少终于开窍了，不是莫少不近女色，看来是没有碰到对的人。看看，这多主动，这样发展下去，过几个月欧阳家就能抱重孙子了。
王旺旺去深山给病娇男神弄点野味补一补，竟发现个千年大人参。正当小龙准备动手采摘时，却被王旺旺拦了下来。他掏出红绳系在了人身上，这才小心翼翼地挖了起来。姑姑系绳子干嘛？怕他跑了。人参长得这么大，有灵性，小心点总没错。众所周知，人参一叶片论品级，眼前的人参已经长了5片叶，几十年火候是有的。正当两人惊喜时，忽然草丛看出一只硕大的野猪，正偷偷地盯着他们。这野猪真大，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老话说的果然没错，灵物旁边有猛兽。说话间，野猪向着几人冲过来，王旺旺没有犹豫，端起火枪就是一发。坏菜炸膛了，快跑！不料小龙却被野猪追着不放。真当我是泥捏的吗？大不了1换1，我还怕你不成？小龙心头火起，一跃跳到野猪背上。观看精彩的影片需要一台好的设备，转转上的2手手机就很划算。我这苹果14支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星际一样支持1年质保，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用力抱住了野猪的脖子，暴怒的野猪为了甩下小龙，不断横冲直撞，一心想把身上的人甩下，直接一头撞在了树上。王旺旺瞅准时机飞身直上。小龙没看出来，你还挺厉害。我要誓死保卫姑姑。王旺旺路过欧阳莫奇家，直接甩进去2只野鸡。沈飞，拿纸笔来，我要写信给京都，以后对王家闺女要尊重一些。她是以后的欧阳家少夫人，她就是我的生机。莫少，您和她接触了以后，现在有什么感觉？下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呼吸不畅，浑身无力。她接近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呼吸顺畅了很多。她触碰我，我感觉她身上有一股力量源源不断的朝着我涌来。我现在前所未有的舒服，所以以后尽量制造我和她接触的机会，要保密。爷爷的政敌要是知道了，我找到了生机，一定会出手的。沈飞推着轮椅，带着礼物，再一次来到村长家。大哥，我们是来村里养身体的京都来的人，想见见村长大叔。爹，京城的贵人来了。王勇和张菊立刻迎接了上去，那个殷勤劲儿就像见到了主子的家狗。三哥三嫂，来屋后帮我个忙。王家屋后厕所旁边，张菊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王勇已经被王旺旺一脚踢翻在地了。三哥，老实交代，你刚才接近欧阳同志想干嘛了？说实话，要不然我揍得你1周下不了床。我想搞好关系，利用爹的关系弄个城里的工作。张菊，你刚才冲过去是想干嘛？我还有一个堂妹，我想如果能攀上贵人，我们张家就发达了。就你家的歪瓜裂枣也想攀附贵人，你长得丑想得还挺美啊！张菊，把你的坏水收一收。我说过不打你就不会打你，你看着，我打你男人。赵云川看完全程，直接隐退了。王旺旺朝着刚才赵云川站着的地方看了一眼。他们离开前，你们不允许回家，在厕所这里待着反省反省。自己悠哉悠哉的回去了。欧阳莫奇刷了一波好感，就告辞了。莫少，咱们少夫人真的又美又飒的，打人的时候真的帅呆了。没有想到这样的小山村能养出少夫人这样的女孩。王旺旺趁着大家都睡了，又上山了。一只小老鼠就去和欧阳莫奇汇报了王旺旺上山的事情。今日的欧阳莫奇跟吸了精气的妖精一样，精力充沛。他换上锻炼的衣服，也跟着上了山。到了山里的王旺旺，犹如掉进米缸的老鼠，疯狂地收割着山里的四脚兽。我小媳妇的身上秘密可真多啊，有阴阳眼，可以捉阿飘，有武力值，还有空间。回到家的欧阳莫奇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闭上眼就是小媳妇的样子。小姑给你打的水洗脸，小姑给你牙刷和牙膏。门口响起了喇叭声，开门一看，欧阳莫奇坐在车里。我去镇子上，你要不要一起去？中午前就能回来，开车快。看好家，我去镇子上给你们买鸡蛋糕和大白兔奶糖，中午前就回来。我感觉咱们小姑变了。观看精彩的影片需要一台好的设备，转转上的2手手机就很划算。我这苹果14支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星际一样支持1年质保，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越变越好了。抱歉啊，可不可以让我靠一会？沈飞看到这一幕，把速度降了下来，希望能拖延时间，让莫少从王同志身上多吸收点生机。车子像蜗牛一样的在爬行着。王旺旺看车子和路边走路的人基本是同一个速度，有点无语。他不舒服，你们干嘛要出来啊？还不是为了偶遇你，找你吸生机。我感觉莫少就跟那吸食人类精气的妖精似的，长得也像。王同志有所不知，虽然我们是来疗养的，可是也是有任务的。莫少虽然身体弱，架不住聪明啊。他军校毕业后就进了部队，现在已经是特种部队的指导员了，很是年轻有为的，工资也很高。就他这身体还是军人，你们当兵的不是都要体检合格的吗？是需要身体素质过硬的，但是我们莫少是特招的，他脑子好用。莫少最近虚弱，是因为作战任务熬了3天3夜，最后是为了救我们的战友，昏迷了很久，才这么虚弱的。
王旺旺垂下眼看了看欧阳莫奇，他的睫毛好长啊，像一把扇子。这时，小扇子缓缓地打开了。欧阳莫奇不好意思地说：“抱歉，我不小心睡着了。你累不累？”王旺旺好想给他来一句土味情话：“你是我今天最甜蜜的负担，但我不介意，因为每当我看到你，我所有的疲惫都会消失不见。不累，你现在好点了吗？”欧阳莫奇看了看王旺旺的脸色，再次确定他充电对王旺旺是没有影响的。这丫头就像一个接触器，永不断电嘛。既然是我命定的媳妇，那得抓紧时间娶回来。车子很快的到了镇子上，王旺旺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直接下车和他们分开了，约好10点半到下车的地方集合，就离开了。莫嫂，感觉身体如何？前所未有的舒服，我这身体一直在流失生机，昨天还感觉很好，今天早晨就不行了，现在又可以了，估计明天又会差点。这么厉害，莫少，那你想办法赶紧把少夫人娶回来吧。你以为我不想？可是她不是普通女孩，我必须用真心换真心。她虽然喜欢我的长相，却对我没有非分之想，只是单纯的喜欢我的皮囊而已，不是喜欢我的人。你们去办事，我跟着那丫头，看看她去干嘛。欧阳莫奇尾随王旺旺到了一个空院子，转眼的功夫，他就换了一套中年妇女的装扮，又从厅间把猎物大米、白面拿出来很多，放进了屋里。看到欧阳莫奇都咂舌，转身就去了黑市。小丫头的秘密大了去了。去找你们的老大见我，婶子有大货和你们合作，很多的肉和粮食。小弟一听，双眼发光。小丫头的社会经验还是不足啊。根据情报网的资料，这里的黑市老大可不是个好人，经常黑吃黑。男人把他带进一个房间，一个刀疤脸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把匕首在擦拭，这是想给他下马威。大兄弟，别在那里吓唬人，姐走南闯北见得多了，没有2把刷子，敢单枪匹马的来黑市，姐可不是吓大的，收敛点你无处安放的气势。观看精彩的影片需要一台好的设备，转转上的2手手机就很划算。我这苹果14支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星际一样支持1年质保，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大姐有多少货物？1000斤精米，1000斤面粉，2000斤肉，就在黑市的旁边，去看看。不过你大概算一下价格，把钱带够了，咱们再走。那也得我看过东西了才可以报价。王旺旺从背篓里面拿出了1斤米、1斤面粉、1斤肉，看吧，就这个质量。刀疤男噌的一下站了起，拿着东西看了又看，这可是市场上决定好的品质了。肉类是0.7斤，大米是0.2斤，面粉是0.17斤，总计是1400加200加170等于1770元，对吧？你带着钱走吧。王旺旺看着刀疤脸拿着钱，带了10几个兄弟跟着他走了，就隔着几户人家，10个人跟了进去。刀疤脸一个眼色，下面的弟兄就把门给关上了。想黑我？你这智商和喜马拉雅山上的氧气一样的。西伯是怎么混到黑市老大的位置上的？长得丑还想得美。大姐，我刚才友情提示过你们，姐姐不好惹，可是你们偏偏不相信。女娲是公平的，给了你丑的外表，也给了你低的智商，以免让你显得不协调。你个丑女人，找嘎！孩子，不要这么暴躁，暴躁容易衰老，还容易骨折。他的手指在空中打了个响指，男人高高举起想打王旺旺的手臂，发出咔吧一声的脆响，男人发出杀猪般的嚎叫，所有人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自家兄弟的胳膊以一种扭曲的形状垂了下去。大姐，刚才是开玩笑的，不要当真。看在你并没有真的伤害过人命的份上，我今天饶你一命，以后规规矩矩的做生意，不要企图一夜暴富，你没有这个命。还有，大姐，我终于明白这大姐为啥一定让我带着钱来了，她也是准备黑吃黑的。还有你手上的扳指，脖子上玉牌，腰上的玉的手把件，还有你后面小弟身上的钱，统统交出来。刀疤脸乖乖的把王旺旺说的东西都解了下来，放到米袋上。滚吧，记住以后不要黑吃黑，要不然你会死于非命。如果你多做善事，明年你就能得一个儿子，带屁眼的那种。高人，你说的都是真的？你都说我是高人了，不真也得真啊。仙姑，我以后一定做个好人，保佑我明年生个儿子。黑市恶霸本想着黑吃黑眼前这个女人，不料却反被黑吃黑。王旺旺讹了1700块钱和一些金银玉器，就去了供销社，给几个小舔狗一人买了一套衣服、一双鞋，给大嫂、二嫂、老娘买了隔离油、千红万紫，给王大山买了烟丝，给大哥二哥一人买了一双黑色的千层底的布鞋。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票据，竟然还有一辆自行车票。有自行车吗？有，不过没有女士的自行车，都是28大杠的，可以吗？需要什么手续吗？需要有自行车票，还需要开具购车凭证，这个我们供销社会帮你办理的。还有您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果你是从村子里来的，村里肯定会给你开证明的。最近忙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赚了点零花钱。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AI 发闲置抽大奖，上闲鱼有钱花。王旺旺脑子嗡的一下，现在的时期，从村里到镇子上需要开具证明，而他现在是无证出行，会有被抓的风险。姐姐，这自行车要多少钱？这样的大物件，我还是明天让我爹来买吧。1张自行车票加上160元，那明天一定来啊！我给你留着。赶紧走，赶紧走，回村。今天脑子懵了，来镇子上忘记开证明了。你们几个好像也没有找我爹开证明吧？我们是有任务的，用的都是这个，不需要从村里开具证明。欧阳莫奇，我们是朋友了吧？我今天挣了点小钱，你别问我是怎么挣的，问了我也会撒谎的。回家我会告诉我爹娘，我帮你做了一点小事，你给我的，可以的吧？你准备给你爹娘什么东西？提前告知一下，避免穿帮。1张自行车票，还有200块钱，就说你给的哦。少夫人这次去打劫了。你告诉他们我雇佣了你，以后你每天去我新房子那里待1上午就可以。我啥也不会干啊，我只会吃喝玩乐睡大觉，我爹娘不会相信的，他们估计还会觉得你对我图谋不轨。你不是高中生吗？我一直生病，没有上过学，你可以教我读书。可是他说你是军校毕业的，还特招进了部队。你不是需要理由吗？我只是在给你制造理由，别人又不知道我是军校毕业的。没有人知道，这个可以有，我可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你请我做老师，妥妥的。所以以后我有钱需要找理由的时候，都是你给的啊，你记得承担一下责任。王旺旺回到家，给大家都分了礼物，唯独没有3哥3嫂的。王大山同志，请过来领礼物了。宝，给爹也买了礼物。爹，我和供销社说好了，你明天带着身份证明去供销社买自行车，1张票加上160元。宝儿，你今天出去干啥了？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我们家存了好多年了，还没有200元呢。我今天陪着贵人去镇子上帮他做了点事情，但是要保密的，不能说。后面呢，我每天上去给贵人上课，他身体不好，没有去学校学习过，所以想让我给他当老师，预支了钱给我。我看着爹经常去镇子上，有个车子方便点。贵人可真大方啊，随随便便的给了你这么多钱。所有人都有礼物了，我和你3哥的呢。宋婆子，给你的嘴巴积点德吧。旺旺可是我们村唯一的高中生啊，你看不服，你去给人家贵人当老师去。刚说完，张菊去打酱油，就听见这个宋婆子在编排自家小姑子，她要学会感恩小姑子，冲了上去，和宋婆子扭打在一起，又是掐又是咬的，几个回合下来，就被张菊给按在地上，朝着她的嘴巴啪啪扇了几巴掌，被围观的婶子们强硬的拉开了。宋婆子趁机跑了，她哭着回家了。酱油瓶没有了，婆婆会不会生气啊？这你是咋了？挨打了？王旺旺拉着张菊进了门，所有人的目光全部对准了张菊。张菊，我让你去打个酱油，你去打架了。这么精彩的视频，大家看得开心吗？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2天正好赶上妇女节，给大家分享一个专属活动。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快乐直接翻倍！别等了，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上闲鱼搜妇女节，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张菊委委屈屈的哭了，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大家一听，张菊竟然是为小妹出头的。你去房间检查一下3嫂身上有没有别的伤，给她涂一涂。还有，这10块糖和2个面包是奖励3嫂的。3嫂，不是因为你给我出头才奖励的，是因为你在为家里人出头了，你在维护家里人。今天你有了那么一点点王家人的自觉了，我们一家人就应该要团结一致，要学会护短。这都是奖励给我的，这么多，小妹你放心，以后谁敢说咱家人坏话，我张菊和他不死不休。先去屋里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伤了，咱们先吃饭，吃完饭我带着你们去报仇。那老钱婆敢给我闺女造黄腔，看我不撕烂她的嘴。王大山看着一切，心里别提多熨帖了。家里的氛围变了，大嫂2嫂空闲了，让大哥2哥也教你们骑车，都学会了，万一有急事，骑着车子就走了，方便。我们也可以学。咋不能学了？骑自行车还分男女，你看那些城里姑娘都会骑车。学，一定学。我们也尝尝当城里姑娘的感觉，就不知道爹舍不舍得。舍得，都学。刘桂花带着刘梅、李兰、张菊就出门了。王旺旺不放心，也偷偷跟去了。刘桂花、王建设、宋婆子，你们给我滚出来！桂花嫂子，吃饭了没啊？如果没吃，我立刻让儿媳妇给你下碗面。王建设，你个丧良心的，人家打了你婆娘，你还要给人家下面条，你说说，你看中他们中间的哪个狐狸精了？呀，你整天胡咧咧啥？是盆子也能往自己家人头上扣？宋婆子，你别往建设叔身上泼脏水，你个不要脸的老钱婆！
我原本觉得建设叔是好人，不想往他心口上扎刀子的。可是你竟然拿着涨水泼我冰清玉洁的小姑子，我就不得不说了，你在山上和男人钻树林子，我是亲眼看见的。我滴个乖乖来，真被张局说中了。张局，你个便宜人，你诬陷我！王旺旺挤了过去，偷偷凑到自己老娘身后。隔壁村的老光棍，所有人都有礼物了，我和你三哥的呢？鉴于你们两人表现不好，礼物没有你们的份。等你们改邪归正，表现好了，我再考虑给你们奖励。凭啥？家里人都有礼物，我没有，连2个赔钱货都有，我竟然没有。如果我再从你们两口子嘴里听到赔钱货3个字，我就打掉你们满嘴的牙。刚说完，一拳过去，王勇的门牙就飞出了一颗。以后这个家我来当，不服给我憋着。凭啥？爹娘还在呢，怎么轮得到你来当家？三哥，你媳妇又顶撞我了，我很生气哦。这是全家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看见柔弱的王旺旺凶残的一面。我以后一定要忍住，不能乱到逼刀了，这小妹太可怕了。这么精彩的视频大家看得开心吗？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2天正好赶上妇女节，给大家分享一个专属活动。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快乐直接翻倍！别等了，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上闲鱼搜妇女节，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老神仙说的对，闺女就是我们2个的福星。这蛋糕和大白兔可真好吃啊，那隔离油和千红万紫真香啊，闺女自己都没有舍得给自己买，我一会把我这份送去闺女屋里。我一把年纪了，用那个干嘛？闺女给的，你就拿着。她可能是看不上这些东西，明天我就去把车子买了，咱家以后都是好日子了。王勇，你确定你是王家亲生的？确定以及肯定。张局，你别胡咧咧，我今天因为你被踹飞了，下次我再因为你挨打，我就揍死你。我已经改变了，小妹对我有偏见，还是不喜欢我。你看看，今天我们3房多丢脸啊，他们都有东西，只有我们没有。我也想要隔离油和千红万紫。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是真心疼爱小妹的，所以小妹也真心的对待他们。我们俩以后也对小妹好，小妹应该也会对我们好的。小妹觉得我们对孩子不好，以后我们对大丫、二丫好一点。你看见大嫂、二嫂如何对小妹，你就学着点，我也学学大哥、二哥。这样真的可以吗？他万一还是不喜欢我们呢？你都不去做，你怎么知道行不行？滚蛋！我看着你就烦。我饿了，你去闺女屋里给我偷点糖和蛋糕吃。你小妹知道了，会把你满嘴的牙都打掉的，我不敢。王勇一咕噜爬了起来，直接去了王旺旺的房间门口。小妹，你睡了吗？这是来报仇的，啥事？小妹，我今天晚上反省了，我今天的确该打，以后我和张局一定对家里人好，对小妹好。如果我们表现突出，希望小妹把以前的事情忘掉，能对我好点，可以吗？只要你有恶念，我就打你。如果你好好做人，你是我亲三哥，我能对你不好，打1巴掌得给1个枣。刚说完，三哥的肚子咕噜咕噜的乱叫。别走，等着啊！他回屋拿了5块大白兔，又从空间拿了2个面包，给你大白兔和面包，奖励你反省自己的。我是很公平的，有奖有罚，你以后好好表现，我保证你吃喝不愁。第2天中午的时候，王大山骑着自行车，一路叮叮当当的回来了。我呸！肯定是贵人看那小狐狸长得好看，对他图谋不轨了。要不然，老头子，你可千万不能听别人的挑拨啊！我自从嫁了你，可是一心一意的对你的。王旺旺打一道无形的真言符到宋驼子的身上，他感觉自己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王建设，给你脸了！你一个软蛋男，你凭什么斥责我偷？你是能生孩子，可你这车耕田几分钟就熄火了。这村里人吵架都这么生猛的吗？山子虽然不能生育，可是他厉害，每次耕田都能1个小时左右。要不是和你有孩子了，我早就离开了。我怎么净说大实话啊？谁来救救我呀？突然他身体一个轻松，身体的控制权又回来了。刚才我就是开个玩笑，你们相信吗？我要休了你，休了我！这么精彩的视频，你看开心了吗？刚好这2天赶上妇女节，给大家分享一个专属活动。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快乐直接翻倍！别等了，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上闲鱼搜妇女节，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我好歹给你生了2个儿子，你凭什么休了我？我现在是我儿子们在养着的，又不是你养着我的。王建设，不是你不要我了，是我不想要你了，不是男人的玩意儿。这一次，王建设真的晕了。这次闹剧也结束了。三哥离开3天了，说要帮隔壁村的朋友盖房子。刚回来，王旺旺抬头一看，王勇不许进来，就站在门口。妹儿，我这几日没有惹你生气啊，我都离开3天了，刚回来，快饿死了，能让三哥先吃饭吗？当家的，小妹不让你进来，肯定有小妹的考量的，让你站着你就站着。王勇，你老实交代，你这3天去哪里了？如果不老实交代，我就不救你了，你必定在7日内暴毙而亡。王勇一听，打了个哆嗦。王旺旺看了看他身后背着的东西，
我朋友骗我说去给他盖房子，可是后来却带着我们几个进山了。他前几日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墓穴，想带着我们把那个墓穴给掏了。你们掏到东西了吗？没有，那就是一个空墓穴，早就被人掏完了。我们几个啥也没有找到，就回来了。没有弄到东西，还惹了一身骚。你这几日是不是感觉背后出冷？晚上睡觉还感觉有人压你啊？恭喜你啊！女飘一听，血红色的眼睛盯着王旺旺看。小东西，再看我，挖了你的双眼！欧阳莫奇的小老鼠跑回了新房那里，向欧阳莫奇汇报了王永带的事。欧阳莫奇坐不住了，他坐上轮椅就去了王旺旺家。婶子，刘顺做了糕点，我给婶子送一些过来。王旺旺看了看欧阳莫奇，他怎么感觉这小子也能看到呢？妹儿，救救你亲三哥！以后你让三哥往东，三哥绝对不会往西；你让三哥去撵狗，我绝对不会去追击。我可是你亲三哥，虽然知道你看不上我，可是如果我没了，爹娘会难过的。就你可以，这一年每天和大哥二哥一样去上工，不许出村子，每天10公分。你这一年的劫难很多，只有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才可以化解。成，妹儿怎么说，我怎么做，以后绝对不忤逆妹儿。说完一伸手，接着他的手用力收紧，就魂飞魄散了。王勇立刻感觉背后阴冷的感觉消失了。三哥，你的几位朋友都遇到了和你一样的。这个男人和狐朋狗友去古墓转了一圈，不成想却跟回来好几个魂。三哥，7天，只有7天。如果想活着，一人100元，我救他们。但是从此后，我不允许你再和他们来往，可以做到吗？我去和他们说，他们估计也不相信我的，而且我去了会不会又召回来那玩意啊？这个你拿着，如果对方不相信你，你就问他们是不是晚上睡觉有东西压着喘不过来气，还有后背发冷。还不相信的话，你把符纸让他握一下，他会感觉浑身轻松。如果他们要买你的符，100元一张，治标不治本，还得来把脏东西去掉。他们会不会出去乱说啊？这年头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现就是进牛棚的事情。爹放心，我给他们下了禁制了，他们想说的时候就会成为哑巴。王勇连续跑了3个村子，腿都跑断了。刚开始他们不相信，他按照妹儿吩咐的说了，也做了，果然4人都相信了。王旺旺看见周大牛的身后背着的是一个男子，身上背负了杀孽的。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特意买了辆新车，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大师，俺需要怎么做？大师饶命！你害了这么多人的命，我如何饶你？小飘低着个头，眼神弥漫出杀意，他伸出尖尖的利爪，朝着王旺旺飞来，不知深浅。他刚想出手，就看到一个黑影闪过，小飘也魂飞魄散了。定睛一看，一条黑狗眼泪汪汪的站在他的面前，所有的人都拿着东西齐刷刷朝着黑狗打来。住手，来福！大黑狗点点头，跑到王旺旺的腿边，很狗腿的蹭了蹭他的腿。你多久没有洗澡了？脏，离我远点。主人不爱我了，我该怎么办？宝啊，这是你的狗，我竟然在他脸上看出来委屈。以后头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叫来福，三哥带着来福去河里洗干净，给他弄点吃的。主人还是爱我的，刚才误会了。谢谢旺旺大师，我现在浑身轻松了。这个必须待满1个月，你可以走了。其他3人还在努力集资中，现在他们也知道了自己身上发生了大事件。王勇带我去见大师，我感觉自己快不行了。王旺旺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看了看周顺子黑红的魂体。我不救，回去吧。他吃完花生米后，你自己去报道，魏征会给你应有的惩罚。如果不去报道，我就捏爆你，你自己选择，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觉得我找不到你。哼！你是谁？能救你却不想救你的人。你去年害了一个姑娘，你本就该吃花生米。周顺子眼睛睁得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这是地狱泉，可是这地狱泉待在这女孩身边，难道这女孩是地府恶女？不可能，那我怎么会在这里？不可能的！大师，救啊！我去自首。王旺旺挑挑眉，有钱不挣王八蛋啊！大师，我去报道。最后再多说一句，想买车就上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王旺旺赚到400块后，给了三哥10块钱，不料张局伏地魔的心又蠢蠢欲动了。趁着王勇睡着了，他把10块钱给偷了，送回了娘家。王勇让张家把钱还给他，结果张家联合起来把王勇打了一顿。他的愤怒直到了顶点了，直接拉着张局去了他们村的村长家，恳求村长给他们证明一下他和张局和离了。第2日，张家人打上了门，吵闹着想要和离，必须赔偿张局青春损失费50元，并且把大丫
丫和小丫给张局。我家张局19岁就嫁到你们王家，为你们王家生儿育女，她偶尔孝敬一下自己的亲生父母，怎么了？这是孝顺，怎么到了你们王家的嘴里？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呢？孝顺也有错了。这老女人别说啊，虽然大字不识一个，这诡辩的能力还是不错的。伏地魔被她说成了孝顺的孩子。张局当然不想和离，他在王家的日子多好过，在张家他吃不饱穿不暖的，从早到晚的干活，他跑到王旺旺面前扑通一下跪下了，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这张局干嘛竟然不跪公婆祈求原谅，去跪小姑子。三嫂，你这是干嘛呢？你做错事情，想得到原谅，你跪爹娘啊？你跪我几个意思啊？虽然平时你爱偷爹娘的钱，还偷偷虐待我，还克扣大丫小丫的口粮送回娘家，但是你毕竟是大丫小丫的亲娘，如果你可以诚心悔过，爹娘都是良善的人，他们毕竟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家，忍耐了你这么多年了，再多忍耐几年也是应该可以的。这小丫头想干嘛？这胆小怕事的样子，着实不太适合她。不过走绿茶的路，让绿茶无路可走，干得漂亮！王旺旺悄咪咪地打了一道真言符在张局的身体内，张局的嘴巴立刻就开了光了。我扣大丫小丫的口粮怎么了？2个赔钱货而已，饿死了就饿死了，哪里有我弟弟重要？我偷钱还不是你们家逼的，老太婆从来不给我们钱，我也想买隔离油，我也想买面霜，我也想买新衣服，她这个老不死的，凭什么只给闺女钱？我们做儿媳妇的就不是人了？就她闺女是人，王家的老头老太太真的是脑子坏了，丫头片子对她再好，以后也是别人家的人，我们做媳妇的可是为他们养老的人，拎不清的老东西。我的天老爷嘞，这张局原来是这样的人啊，又蠢又坏的，刘桂花家倒了8辈子没了，娶了这样的伏地魔。张局捂住了嘴巴，他怎么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还控制不住的那种。我的菊花啊，你这是被王家人逼疯了吗？都胡言乱语了，别怕，娘在呢，娘给你做主。菊花她小姑子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蔑你三嫂啊？你三嫂自从嫁入你们王家，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生儿育女，孝顺公婆，就算你们王家偏疼自家女儿，也不能把别人家的女儿当畜生对待啊。我是王家的大儿媳，作为媳妇我有话说，我公婆都是憨厚的人，父老乡亲都给评评理。小姑子为了表扬他三哥，鼓励他三哥，给了老30块钱奖励，结果被张局偷了去，送回去给他爹娘了。老三追到张家，张家不赔钱，还合起伙把老三打了一顿，老三才一气之下和张局和离的，和小姑子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大家伙都看见了，张局不跪爹娘，直接给善良的小姑子跪下了。你们谁见过嫂子跪小姑子的？张局他就是居心叵测，想毁了旺丫头的名声。平时就算老三家的偷偷虐待旺丫头，旺丫头都没有告诉过我们。要不是这次老三家2口子差点把旺丫头摔死了，我们都不知道张局这个丧良心的偷偷虐待旺丫头。王老哥，你看看这弄的，老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劝劝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吧，毕竟还有2个孩子呢。年轻人一时间脑子热，咱们做长辈的不能任由他们胡来，都因为一些小矛盾就和离了。年轻人的日子有几个过得下去的？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特意买了辆新车，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不都乱套了？王老哥啊，你是村长，有见识，有涵养，别和小辈置气。菊花我们就留下了，我们回了。把你家菊花带走，我们王家庙小，容不下他这尊大佛，我们都破离了，以后没有关系了。我王勇发誓，我以后打一辈子光棍，都不会要这样一个搅屎棍。伏地魔弄得家宅不宁的，以前我也记恨爹娘偏心妹妹，可是那毕竟是我妹妹，我从来没有想过害她。可是张局一直给我洗脑，一直挑拨我和旺旺的关系，弄到后来我差点犯下大错。可是妹妹没有记恨我，还救了我，为了让我走回正途，还奖励我。我王勇就算再不是人，也是知道好歹的。我在此声明，我和张局不再是夫妻了，以后没有关系。说完，他把张家村村长写的证明展开了给大家看，上面是盖了大对不章的。那把大丫和小丫给我，我带走，那是我的孩子。张局，你想用孩子拿捏我们王家，我们不会给的，你们离开吧。在我们王家，男娃女娃一样珍贵。张家人一看这肉啃不下来了，灰溜溜的走了。临走的时候，王旺旺一人送了他们一张倒霉符。他们刚走几步，张家的老太婆就一跤摔到了狗屎上，
吐了一脸的狗屎。你这个丧门星，刚被退回来，就害我和你爹倒霉。这是奖励你的，今天表现不错，娶妻娶贤，娶妻不贤毁3代。以后你好好对大丫和小丫，看到合适的，我再给你物色一个。大丫小丫现在没有娘了，别让他们也没了爹，你好好安慰安慰孩子。媚儿，以前是三哥糊涂，以后我一定学大哥、二哥、大嫂、二嫂，还有爹娘那样对你好的。你要敢不对主人好，我就吃了你魂魄。娘，我中午去欧阳莫奇那里吃饭了，我有事情找他帮忙。最后再多说一句，想买车就上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我今日在你身上感觉到了能量波动，是什么？欧阳莫奇挑了挑眉毛，你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吧？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你怎么来到了这里？我来自于后世的末世，人类自毁是末日的起源，过度开采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导致气候变化和资源匮乏。后来我牺牲了，再次有思维的时候，成了我母亲体内刚着床的小生命。你是胎穿？是的，我母亲是位医生，在怀着我的时候，因为太过劳累，早产了，所以我一生下来就体弱。我们家3代单传，所以我被养得很精细，这才养活了。我来到王家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人。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为何如此确定？心跳和你身上的能量，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心跳就加速了。当你靠近我的时候，我感觉让我很舒服的能量在不停地往我身体里面涌入。如果我是触碰到你的情况，能力输送的会更加汹涌。可是到了第2天，我的能量又衰竭了，我的身体就像个大漏斗，在不停地流逝生命力。王旺旺把手放在了欧阳莫奇的额头，不一会后，我靠，你被人夺了生命力，而且是你妈刚怀孕就有人动手了。你家有什么亲朋好友吗？对你家了如指掌的，这是夺命劫啊！欧阳莫奇俊脸冷了下来，他从来没有朝着这方面考虑过，就连凌云道长也没有发现吗？能这样做的人，第一，他认识很厉害的玄学大师；第二，他对你家的情况知根知底。你妈刚怀孕他就知道了，而且她也怀孕了，胎相不好，随时都有流产的风险。你看看，你妈妈身边有这样的人，她的孩子和你同月生的。这么清晰的思路了，对，他一直关爱有家的小姨啊。他家有一个比自己小2天出生的表弟宋平安。王旺旺第一次很贴心的抱了抱欧阳莫奇，这一抱，欧阳莫奇感觉澎湃的能力瞬间涌入身体。既然是他主动的，他还客气什么？抱，我心里很难过。不难过，等你身体好点，我和你一起回京都，解决了这件事。如果你帮我破了这个劫，我表弟宋平安会怎么样？会嘎了，他原本就不该存在这个世上的。如果我不破这个劫，我会怎样？你会短命，就算有我，你也活不过40岁。你有能力帮我破了这个劫吗？会不会对你有伤害？能，没有伤害。如果救了你，也是我的功德。但是帮宋平安做这个换命邪术的人，也会嘎。不说我了，你呢？你应该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你是从哪里来的？怕阿飘吗？不怕，我可能是因为身体比较虚弱，从小就能看到，习惯了。我来自于地府，我原先是一个玄术师，莫名其妙的嘎了。我在地府生活了很多年，阎王爷对我敢怒不敢言，最后孟婆那个3八把我灌醉了。等我醒来，就在这具身体里面了。这个看着表面上是一个家庭妇女的人，背地里却是黑市的老大。她可不是真的柔柔弱弱的家庭妇女，她是有鼓舞傍身的隐藏大佬。24年前用旁门左道祸害外甥，才导致欧阳莫奇一直病恹恹的。莹姐，那个病样子还是病歪歪的样子，最近和一个村姑走得很近，村姑长得挺好看的，是村长家的老闺女。监视好她，也保护好她。说完，戴上头巾，假装买东西的人离开了。有个事情我不放心别人，你把手里的事情交代一下，专心给我去查唐家云，他的所有的事情事无巨细。从24年前开始查，小莫的身体不好，不是天生的，是有人用旁门左道夺了他的生命力，才导致他一直病恹恹的。是唐家云那个女人做的手脚吗？她把少爷的生命力换给谁了？难道是宋平安？还没有确定，我们是怀疑符合做夺命劫的人，只有他符合条件。你先去查一下，保留所有的证据。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特意买了辆新车，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10台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如果有证人，也要秘密保护起来。这女人应该不是表面看的这样简单，就是一个家庭妇女，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的。将军放心，王旺旺可不知道，他未来的公婆正满心激动地做准备，2天后就到了王家村了。
爹娘，可能欧阳莫奇最近会来提亲，你们应下就行了。他丢了个炸弹，就回房睡觉了。刚才宝是说贵人要来提亲，好像是的。我们家宝真厉害，哎，多好的事情啊！你叹啥气呀？还没有感觉，她怎么就长大了呢？她要是嫁到普通人家，被欺负了，我们还能去给她撑腰。可是她万一嫁到了那样的人家，她被欺负了，我们都没有能力给她撑腰，我想想心里就难过啊。你闺女是傻的，你没有看见那小子整天眼巴巴的盯着咱家闺女吗？什么请她当老师，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小子刚开始就没有憋着好屁。咱家傻闺女没有阅历，哪里能经得住诱惑啊？哎，你私下里和闺女说道，别让她在婚前把身子给了人家。不用你说，我也是会交代的。你说他家条件这么好，是京都的大官，听说他自己的官也不小，人长得比咱们宝还好看，他看上咱家宝啥了？刘桂花，你皮痒了啊？我家宝怎么了？配不上谁了？我家宝长得好看，还有别人没有的能力，是个福星。她嫁到谁家旺谁家，我家宝皇亲国戚也能配的。刘桂花及时地捂住了王大山的嘴巴。呸！别一激动就胡咧咧，这话是能说的。就我主人的个性，手搓磨，他搓磨别人还差不多，两脚兽真的会杞人忧天的。最后再多说一句，想买车就上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你原先结婚了吗？有喜欢的人吗？没有，我强大到男人不敢靠近。你呢？前世有喜欢的女孩吗？结婚了吗？我这人有洁癖。没有，我前世牺牲的时候才28岁，我们那个时代这个年纪是很年轻的，而且我每天在不停的战斗，根本没有时间去谈恋爱和结婚。到了这里后，我一直病恹恹的，大家都怕我早嘎了，谁会把闺女嫁给我啊？所以我很干净，非常干净。彼此坦白后，感觉两人的心更加的贴近了。欧阳莫奇大着胆子亲了亲王旺旺的脖颈，说：“你给我输送的能力，一个晚上就枯竭了，是不是我表弟吸收了？他吸这么多，也不怕撑死？”因为你是我未来的丈夫，我看不见你的面相，所以我只能跟着你回京，才能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不用着急，让他们先嘚瑟着，你一时半会没事的，有我在呢。我这里一时半会走不掉，我用了人家闺女的身体，所以要保护好她的家人。他们家后面还有劫难，等我处理完了这些事情，我就跟着你上京都。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特意买了辆新车，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10台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我可以去你家提亲了吗？这样我们交往就名正言顺了。可是人家才18岁啊。可是我都24岁了，在这个年代我已经很老了，和我同龄的大院里的玩伴，他们孩子都有了。王旺旺从来不是纠结的人，他看了看欧阳莫奇的好身材，点了点头。你去吧。订婚后他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开油了吧？他很馋他的身子呢。爷爷，今天宝告诉我了，说我在肚子里的时候生命力就被人做了手脚了。这个人是非常了解我们家情况的，并且我妈怀孕后第一时间就能知道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他有个孩子和我同岁，就相差几天的那种。我脑海里面立刻浮现了小姨的脸，所有的条件都说明那人可能是我小姨唐佳云，而夺取我生命力的人是宋平安。如果我解开结，宋平安会死，帮他的人也会死。如果不解开我的结，我最多只能活到40岁。他们怎么改？这事你先不要告诉你爸妈，我会派人先暗地里查一下证据。不对，你说的宝是谁？王旺旺，他父母都喊他宝，我也就跟着喊了。还有，他答应我提亲了。最后再多说一句，想买车就上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王旺旺被拍花子老太拐走后，给了儿子3分钟时间享受，不料王旺旺手一挥，屋子变成刑房，还把跟了大哥25年的小弟弟给割了，疼的大哥一头窜上房顶。儿子，办完事了吗？都过了4分钟了，带进步。男子看到亲妈来了，一激动直接窜了。老太婆在下边吃的那叫一个3爽，把魂都撑出来了。来福看见，一个跳跃，直接吞掉了老太婆的魂魄。男人拖着架子车朝着派出所去了。王旺旺又一次化妆成上次的样子，去了黑市。大仙，这时才来，有何指教？我需要棉花，你有多少？目前只有30斤了，大仙，您先拿去用着。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评论区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特别省。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赶快点击评论区看看吧。改天我再给您搜罗一些过来，你需要的时候再过来拿。价格？潘某孝顺大仙的，不要钱。王旺旺不想和潘雄有太多的因果，直接拿出一个平安符递给了潘雄，带着棉花回去了。旺旺，
快的，就差你了。镇子上乱了，一个男人自己拉着8个人，有年轻的女人和孩子，来自首了，还说自己拉巴巴把老娘撑死了。帽子去了他家，看见惨不忍睹的尸体，年轻些的同志直接跑出去吐了个昏天地暗，王旺旺却功成身退。没有人知道这个案件背后的推手就是他。第二天上午，村里迎来了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小货车。欧阳建国和唐佳慧刚进门，就看见屋檐下站着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看起来感觉才16、17岁的样子。唐佳慧一言难尽地看着自家儿子，眼里是满满的控诉：你是畜生吗？残害国家幼苗！他18了，真的。外面从车上搬进来很多东西，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电风扇。农村有个3转1响，接着搬进来的是32条腿。我不想你用别人用过的东西，所以重新给你买了。谢谢，乖乖来，怪不得儿子铁树开花，小姑娘长成这样，谁不喜欢啊？宝啊，我叫唐佳慧，是你未来婆婆，她叫欧阳建国，是你未来的公公，我们都很好相处的，你不要紧张。叔叔阿姨好，我叫旺旺，爹娘喊我宝儿。辛苦你们跑这么远来王家村一趟，两位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宝啊，你房间在哪里？妈给你带了点首饰，不能在这里拿出来，我们去你的房间看看。王旺旺没有想到这么多礼物后还有礼物。你带妈去房间看看喜不喜欢，不喜欢我让她回去再给你找一些精致的。我给你选的都是成套的首饰，这一套是纯金的，这一套是纯银质的，这一套是和田玉的，这一套是宝石做的，这都是我平时收藏的。这一套金饰上面镶嵌宝石的是你爷爷让我带来的，是你奶奶临终前准备给孙媳妇的，可惜她身体不好，早早的就去了。你看看这些你喜欢吗？阿姨，这太贵重，我不能收。贵重啥？不贵重，虽然现在不能戴，以后肯定有可以戴的机会的。你收着，等你去了金市，我带你自己挑选。王旺旺坐着牛车去镇上买月饰带，刚出供销社的大门，准备去黑市弄一点棉花回去，就被一个老太太给拉住了。你个死丫头，就算你不愿意娘给你安排的婚事，你也不能负气离家出走啊！你知不知道我和你大哥找你找得多辛苦啊？王旺旺气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拍花子的手段，我是不是得配合一下啊？演戏谁不会啊？老太太，你谁啊？我不认识你们。花儿呀，都是娘不好，那门亲事既然你不愿意，你哥已经帮你退了，咱们回家啊，别和娘生气了。说着就给了男人一个眼神。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评论区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特别省。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赶快点击评论区看看吧。两人一左一右的架着王旺旺就要离开。谁来救救我？我不认识这2个人。你们是谁？为何拉扯一个女同志？你们怎么证明你们是她的家人？你眼瞎啊？你没有看出来我们长得有多像吗？没有看出有相像的地方。他刚想说话，王旺旺给了他一个眼神，去报警啊，蠢货！男子转头跑了。老太太拿出一个手帕捂住了王旺旺的嘴巴。此时他已经躺在了架子车上，搞得我像死翘翘的一样。王旺旺闭目开始睡觉，养足精神一会揍人。娘，这个长的水灵留给我做媳妇吧，我也该有个正儿八经的媳妇了。栓子，不是娘不愿意，你玩玩就行了，不能娶。咱们做的这个营生是要命的营生，万一他跑了，咱们都得丢脑袋。你弄你屋，你用几天？3天后对方就要来拉人了，对方要10个人，咱们目前才弄到9个人，还差1个呢。知道了娘，我先弄我屋了，你出去转个2分钟再回来。好，玩好好玩，一会我回来给你烧饭啊。男人刚想上前抱王旺旺，他就笑眯眯地睁开了眼睛。大哥，别杀我，我会听话的。那你要取悦我。好的，大哥。他伸出手，一个响指啪，世界静止了。他一咕噜从架子车上爬了下来。来福，还不进来？主人，一会错过了回村的时间，王爷爷该着急了。干活，查查这里还有没有被拐卖的人了。来福朝着空气中嗅了嗅，呀，堆柴火的那屋有个地下室，里面有8个人。王旺旺在空中画了几下，瞬间变了一个魁梧的男人。下去，把人都抱上来。然后王旺旺提着栓子进了屋，手一挥，房间变成了刑房的样子。我说了，会取悦你的，就一定不会食言的。他就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绝美的女人拿着刀子在自己身上一刀一刀的片，最后跟了他25年的弟弟也吧嗒掉地上了。他一度想昏过去，可是怎么也昏不过去。
王旺旺看着未来婆婆眉宇间沾染了一些污浊之气，王旺旺抬起手指，把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放在了唐佳慧的眉心，浊气瞬间被净化。唐佳慧刚才还感觉浑身疲累，被王旺旺一点，瞬间感觉自己浑身的轻松。王旺旺又看出欧阳建国会有桃花劫，就偷偷告诉了欧阳莫奇，你爹不久后会有桃花劫，你得赶紧处理下。欧阳莫奇也偷偷避开亲妈，告诉了欧阳建国。欧阳建国听完，一脸的迷茫说：儿子，你知道我对你妈的心意，我怎么会在外面招惹别的女人呢？儿媳妇是不是看错了？宝儿绝对不会看错的，你自己当心点。所谓桃花劫又叫桃花煞，不一定是你主动去招惹女人。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也可能是女人来招惹你。宝儿说，这次的桃花劫是人为的，是有人故意要来陷害你的。如果对方得逞，你重则获罪，所以让你务必要小心一些。这个是平安牌，宝儿亲手帮你雕刻的，可以帮你挡去3次重大的灾难。不要告诉你妈，避免她担心，我会处理好的。如果你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你也不配当欧阳家的人了。臭小子，我是你老子，欠老子。在王家酒足饭饱后，几个人才离开。晚上的时候，欧阳莫奇就把王旺旺的特殊告诉了父母。第二天，王旺旺准备带着未来公婆去山里看看。欧阳莫奇进了屋子睡觉，实际上从窗户直接偷偷进山了。虽然知道他们3个都有自保能力，他还是不太放心。进了山的来福简直如鱼得水，一会一只野鸡，一会一只野兔，欧阳建国都没有发光发热的机会了。我一定要弄一只大点的动物，不能落后一只狗狗。宝儿是咱们自家孩子了，既然出来玩耍了，你就别装了，放开一点。3人1狗继续前进，路上欧阳建国终于成功的打到了一头傻狍子，高兴的差点崩塌伟岸的形象，脸上激动的神色，忍耐的面部表情直抽抽。就在夫妻俩兴奋的时候，王旺旺伸手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叔叔阿姨，你们见过阿飘吗？想看看吗？想看，想看，非常想看。王旺旺在空中画了个什么东西，然后2道白光没入唐佳慧和欧阳建国的眉心，原本五彩的世界变成了单调的灰黑色，眼前出现了一个冒着黑气的浑身的男人。欧阳建国害怕自己夫人害怕，顾不上儿媳妇还在，上前一步把媳妇拉进了怀抱中。原先我好像还看不到这些的呢，现在却看得到了。为何拦着我们的去路？意欲何为？大师，帮帮我！我是王家村的，我叫王瑞。3年前家里2个多月没有尝到肉味了，我心疼年迈的父母和妻儿，就偷偷进了山，想弄点肉下去。可是却碰到了几个男人，原以为他们也是上山来碰运气的，我还和他们友好的打了招呼。结果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一人直接拿着匕首抹了我的脖子，我死了，却发现我的魂魄还在这里。我看见他们拿着照相机给我的脸拍了照，然后把我的尸体丢到了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在前面的山洞里竟然做出了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王旺旺带着未来公婆去山上打猎，意外碰到3年前被害男子求助。欧阳建国和唐佳慧互看一眼，军人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个事件不简单。会不会是敌人？我们也是这样怀疑的。我把你的魂魄收入聚魂鼎中，带下山。我做一下记号，等抓了坏人，我会让我爹他们上山来把你的尸骨带下去，好好安葬的。你爹是谁？是村长王大山。原来你是大山哥家的旺旺小丫头啊！你都长这么大了啊，说一下子没有认出来你，可是你怎么能看到我的呢？别人都看不到的啊！王旺旺第一次被一个阿飘攀了亲戚，看着宝儿脸上便秘的表情，唐佳慧捂着嘴不厚道的笑了。几人继续往前走。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别动，有肉了，野猪。欧阳建国一只手把唐佳慧举上了一棵大树的树杈上。王旺旺没有想到未来的公公如此的老公力爆棚，再看看婆婆娇羞的脸，她感觉自己被硬塞了狗粮。暗处看到她的欧阳莫奇差点笑场。不是1头野猪，是2头野猪。叔叔，1人1头野猪，比赛一下，谁先抓到他们？王旺旺手里多了一把匕首，唐佳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我儿媳妇是小仙女吗？还能隔空取物？2只野猪动了，欧阳建国和王旺旺也动了，2人同时出手攻击。王旺旺的匕首削铁如泥，直接划破了野猪的动脉，他冲出了一段距离，直接倒地了。而欧阳建国一砍刀下去，野猪吃疼，扭头用牙齿朝着欧阳建国顶了过来。欧阳建国堪堪躲过，王旺旺一个闪身，一个纵跃，骑在了野猪的身上，一掌拍在了砍刀的背面，硬生生的拍了进去，野猪直接倒地身亡。2只野猪就这样在2分钟内都凉了。王旺旺把一
头小一点的野猪提到了来福的后背上，而欧阳建国背着一头300多斤的野猪，累得直喘气。欧阳莫奇看了看自己柔弱不能自理的身体，他消失在原地。他先下山找救兵上来，沈飞和赵云川去了山上的必经之路接应。两人看见一只野猪走了出来，刚要动手，就听到王旺旺的声音：已经没气了，是来福拖着的，回去的时候避开点人，让人看到影响不好。你们让刘顺大哥把肉都做成肉脯，让阿姨带回京市去。回到家，欧阳建国把山的事情直接告诉了欧阳莫奇，派沈飞开车带着他们去镇子上报了案。我们到王家村1个多月了，发现村里的村民王瑞很奇怪，他经常神秘兮兮的，脸部表情僵硬。今天我们证实了他的脸上戴着面具，我们怀疑是……我是刚来的所长乔宏宇，你们有什么计划吗？他们还有同伙，我们希望派出所配合我们，秘密抓捕，审问后一网打尽。今晚行动吗？速战速决，我们会有人来和你们交接的，先把人抓了，控制在派出所，让所有人保守消息。我们的人明天一早就到。王旺旺和未来公婆在山上打了2头野猪，回家的路上突然被拦住，男子说了他3年前被害的事情，牵扯出一个敌人案件。晚上的时候，趁着贾王瑞独自上茅房，几人瞬间冲过去，直接打晕带走了。在村里隐藏了3年的敌人就这样落网了。第二天一早，审问的材料拿了出来，留下的敌人总计7人，都隐藏在各个村子里。他们还没有等到组织的启动，就全军覆没了。王瑞的妻子知道丈夫被抓后，不敢置信。和你生活了3年的丈夫根本不是你的丈夫，而是敌人。而你真正的丈夫在3年前就被敌人害死在山里了，而且你公婆也不是自然死亡，是发现了敌人的不对劲后被敌人下药害死的。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刻意买了辆新车，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总之买卖二手车，认准瓜子就对了，赶紧去评论区看看吧。你之所以还活着，就是因为你活得稀里糊涂的。得知真相后，他当场就晕了过去。清醒过来了，他就一直哭。可是现在他知道了真相，他和杀父仇人生活了3年，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让他情何以堪。他在派出所的时候，已经决定把老2那个的孩子交给派出所处理了。他不想养着仇人的孩子，虽然那是他肚子里出来的一块肉。大爷，帮我找一些人，去山里把我亲爹的尸骨找回来，我给钱请他们去。孩子，好孩子，就算你不来找大爷，大爷也会组织人上山把你爹带回家的，你回家等着吧。第一天晚上的守灵夜，王旺旺带着王瑞来了，他手指一弹，他们看见了王瑞。旺旺姐，是你带我爹回来的吗？只有半个小时的告别时间，你们抓紧了，该说的话说一说，该交代的也交代一下，我半小时后回来。你长这么大了，长得很好，爹这3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和你娘。王小菊的眼泪吧嗒吧嗒的掉落在地上。小菊，我一会要走了，你真的不想看看我吗？我还想多看你2眼呢。不要自责，是不怪你，我很庆幸你没有认出来那不是我，要不然你和一博也会像爹娘一样的被害死的。我不干净了，我没脸见你，但是你走了，爹娘走了，我得厚着脸皮活着把一博养大，等一博长大了，我就去找你。如果你不嫌弃我，我生生世世都愿意跟着你。好，我在地下等着你，但是别太早来找我，等儿子生了儿子，你有了孙子，或者有了曾孙子后再来找我，我想知道他们的情况。王小菊知道他想让自己好好活着，她流着泪说：好，都听你的，就算屈辱，我也活着，努力的活着，等有了孙子，有了曾孙子，你不嫌弃我，就来接我，我等你。你怪你娘吗？不怪，就像爹说的，如果娘发现了那人不是爹，我们也会被他害死的。而且这3年，那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总是娘护着我的，她是好娘，我不怪她。你娘把你教得很好，你好好护着你娘生活，等有能力报答一下你旺旺姐姐，是她找到了我的尸骨。虽然派出所那里没有提到她，但是的确是她找到了我的尸骨，把我带回来和你们告别的。爹，我记下了。最后再多说一句，想买车认准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王旺旺早上起来掐指一算，张家今天会怂恿张菊来偷孩子，买家他们都联系好了，张菊在门外鬼鬼祟祟的在等待这时机。大丫小丫，一会你娘一会回来找你们，你娘让你俩跟着走，你就跟着，保护好小丫，不要多问。小姑，我知道了，我没有想到她竟然这么狠，我们可是她的亲生女儿。哟，你猜到了？猜到了，姑，我会保护好小丫的，我相信姑不会让我们有危险的。聪明的孩子，你娘福薄，不配当你们的娘，带着小丫出门去吧，给她一个机会，要不然她老是跟小偷一样的东张西望，很烦人。大丫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最近为了早点回家剪辑视频，刻意买了辆新车，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总之买卖二手车，认准瓜子就对了，赶紧去评论区看看吧。带着小丫出门了，刚走到拐弯处，被躲在暗处的张菊拉住了。娘，你怎么在这里？
我想你和小丫了。你外婆买了肉，让我来接你们去那边吃肉。好，我会去和小姑说一声。别去，别去！你姑要是知道了，肯定不让你们去的。我是你亲娘，又不会对你们坏，赶紧走吧，马上就中午了，去迟了，肉汤都没有了。王大丫忍着泪水，拉着小丫跟在了张菊的身后。她看见自己的亲生母亲脸上满满的得逞后的愉快笑容，她强忍着泪水，不能坏了小姑的计划。王旺旺把这件事告诉了欧阳莫奇。宝，你得改一改你在地下的习惯了。这个世界和地下不一样，是有法律的。有些人啊，没必要脏了你的手。你让大丫小丫跟着他们走，我派人去找帽子，把他们交给帽子，让他们一辈子在农场赎罪。这比你直接捏爆他们的魂，更加的让他们痛苦。你说的还是非常的有道理的。这样的坏人一下子弄没了，真的太便宜他们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早晨的时候不要招惹男人。你不一样，你很有定力。错了，我对你没有定力，但我能忍下来，我不会为了自己的欲望去伤害你。我知道你还没有开窍，你并没有爱上我，我要等到你真心爱上我的那一天。那你现在是爱上我了吗？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短短的时间，我感觉我和你认识很久了，我喜欢你很久了。帅哥，我姑且相信你，如果你敢背叛我，我就抽了你的魂未来符，懂？懂，大佬求放过啊！我会一辈子忠诚于大佬，希望大佬以后庇佑我哦。放心，以后你是我的人了，有人敢欺负你，必定是拿命来偿还的。我是很凶残的恶女呢。小龙，下地去找你爷奶、你爹娘、二叔他们，说大丫和小丫失踪了，好像是被张菊带走了。一路走，一路哭着喊，尽量让更多的人听得到。姑，我和大哥一起去，我大哥不会哭，我会哭。那一起去吧，让他们回来，我们去张家村找人去。你们不好奇我为啥让你们这么做？刚才你和大丫说的话，我们听到了，大丫都能明白的事情，我们还能不明白？估计是想把大丫和小丫弄去卖了吧。最后再多说一句，想买车认准瓜子，坐在家里就能跳。女人趁着家里人都在地里干活，偷潜回前夫家，对着炕上的崽吹了口烟雾，以为这样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崽子们带走了。殊不知王旺旺正在暗处盯着，随后派来福尾随。姑姑既然让大丫和小丫跟着张菊走，说明姑姑做好准备了。我看见来福跟着出去了，来福去保护大丫和小丫的吧？不，大丫和小丫被张菊带走了，我怎么没有看到啊？王旺旺、王小龙、王小雨同一款的白眼，免费送给了王小明。小明啊，你就这样没心没肺的活着，挺好的，真的。王小龙和王小雨一路跑，一路哭着去了干活的地里。见到王大山，王小龙扯着嗓子喊：爷奶，大丫和小丫被张菊带走了，你们救救他们吧。小龙，你刚才说啥？谁被谁带走了？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三叔，你快去救救大丫和小丫吧，他们以前就说过三婶想卖了他们。今天大丫小丫出门就没有回来，有人看到三婶来了咱们村了，一定是三婶带走了大丫和小丫他们，快去救救他们吧。村长，我们和你们一起去，他们张家欺人太甚了。谢谢各位，我们家先去看看什么情况，需要大家的帮忙，我让老婆子回来喊你们。那你们赶紧去吧，别让这张家不做人，别再卖了就不好找回来了。哦，大丫和小丫被张菊带走了，我让他们跟着走的，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张家的那些人不把他们一次性按死，我们家的孩子们会生活在危险中，所以我就将计就计的，让大丫和小丫跟着走了。我已经让沈飞去帽子局了，这会儿估计帽子已经埋伏在张家了，等他们交易就抓他们。完蛋了，你三哥直接去了张家，会不会坏了你的计划啊？不会，现在他们已经被帽子人赃俱获了，我三哥到了正好，我们也出发吧，去看戏，去火上浇油。大菜，把他们两个给我绑起来，堵上嘴巴。小丫害怕的躲在了大丫的身后，娘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呢？她不明白。娘，你带我们回来不是给我们肉吃的，是为了卖了我们。你一个赔钱货，还想吃肉？我呸，吃屎还差不多。你们是我生的，我想卖了你们就卖了你们。我小姑说这是犯法的，你就不怕挨花生米？张菊走上前一步，啪给了大丫2耳光，小丫吓得瑟瑟发抖，鼓足勇气喊：不许打我姐姐，小姑会惩罚你们的。大菜，那些人已经到了，在村口等着呢，赶紧把孩子带给他们，趁着现在村里人还没有下工呢。对，小菊、大菜，赶紧的绑起来，从旁边的小路去村口，把嘴巴也堵起来。他们今天可不是单纯的卖2个崽，还有张菊被他们卖到山窝窝里面当供妻了，对方给了50元的彩礼呢。
王勇一口气跑到张家的时候，差点累断气了。可是还是晚了，女人从前夫家偷偷把崽子带回娘家，不成想父母居然连同他和崽子一起卖了。王旺旺他们到的时候，就看见王勇跪在地上，一边打自己，一边哭天喊地。我抱帽子了，他们在村口已经被抓了，大鸭小鸭没事，放心吧。王旺旺亲眼看见他用舌头把鼻涕圈进了嘴巴里，王旺旺差点被恶心吐了。钱带了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们看看，两个小丫头长得都很水灵，这个价格绝对值。一个男人拿出30元递给了张老头。老爷，我们和小鸭就值30块钱嘛，您别卖我们，等我长大了，我挣很多倍的30元给您，可以吗？大呀，别怪老爷。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你一个丫头片子，以后长大嫁人了，礼钱也是你老王家的，老爷也拿不到1分钱的，别怪老爷心狠，老爷也没有办法，家里没有粮食了，我们都要活着，你们给他们2人带走吧。刚说完，旁边冲过来5个人，直接把他们按倒在地上。另一边张大才把张菊往地上一丢，妈的，王家吉他吃的什么这么重，累死老子了。其中一个男人走过去，把张菊的脸拨过来看了看，这就是你们说的好看，这女人太丑了，不止50元，最多30。爱买不买，不买滚蛋。慢着，兄弟好商量，你看看你姐长得真的不像你们家说的水灵好看的，跟好看压根不沾边，她真的不值这么多钱的。你看看你姐长得丑，还专生女娃。45不能少了，同意就带走，不同意我把人带回去。男人叹息，拿出45元递给了张大才。张大才在手指上呸了一口唾沫，开始数钱。银货2器，你们带走吧。几个帽子直接拿着家伙了出来，却没有想到来接货的2人竟然手里也带家伙。沈飞刚跑到山下，就听到了家伙声，加快了步伐。杨斌已经和对方对峙上了。张大才大腿中了一下，在地上打着圈的哭爹喊娘的。这时候张菊醒来了，还没有弄明白，胳膊上就挨了一下，直接又华丽丽的疼晕了。王旺旺一个瞬移来到了山腰，只见他打了个响指，所有人都静止了，看见一颗子弹漂浮在沈飞的眉心前。如果他时空暂停，迟那么1秒，这小子就被爆头了。王旺旺伸手拿掉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子弹，走向那2个匪徒，把匪徒手里的家伙直接收入了空间，又把2个匪徒从大树后面提了出来，把双手提到头顶上，做了个投降的动作。现场布置的差不多了，他一个瞬移又回到父母身后。你看见了吧？那颗子弹呢？我看见了，可是怎么会消失了呢？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仙？是神仙救了你？你是帽子，别乱说话，我们俩什么也没有看见。懂？张家一家人全部被抓捕后，当帽子找到张家村的村长，一听张家一家人都是人贩子，村长气的恨不得撕了这一家人。张平安是最讨厌人贩子的，他唯一的妹妹就是人贩子偷走的。他小时候带着妹妹出去玩，结果妹妹被人贩子带走了。王旺旺看着这个叫张平安的村长是个正直的人，就给他掐指算了一下，你12岁那年带着妹妹出去玩，结果你撒了泡尿的功夫，5岁的妹妹就丢了，对吧？这么多年了，周边村都知道我在找妹妹，我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刘家村隔着王家村有3、4个村子，有一户人家叫刘建民，他家很小的时候给他买了一个童养媳叫王小翠。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今年28岁，5岁被人贩子拐卖，几天后被卖去了刘家村当童养媳。娃娃，可以出门去聊2句吗？王旺旺抬不出去了。大师，我妹妹就叫王小翠，她现在如何？不太好，她被当成童养媳买去后，就和对方圆了房。由于10岁那年，为了救刘家的童养夫，她大冬天掉入河里，落下了后遗症，不能生育。这么多年，王小翠在刘家当牛做马，活得很苦，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现在她的丈夫外面有了女人，想和她和离，可是一家人又舍不得她这个超级劳动力，正要算计她被捉奸在床，然后逼迫她离婚不离家。如果你不抓紧时间去，她今天晚上就要被捉奸在床了。无论她是不是我的亲妹子，既然我知道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人被人这样祸害。我去和副所长说一声，
我马上带着人去刘家村。如果真的是我亲妹妹，我会带着她去王家村当面感谢你。张局到了派出所才知道，他父母和弟弟不仅仅要卖了2个崽，连同他也准备卖掉的。他原本的把一家人如何计划，一点不隐藏的交代了。最后张家一家人都领了1颗花生米。审问后，得知山里的6兄弟竟然是民国末期那个非常有名的山匪袁山炮的孙子。袁山炮带了很多金条躲进了山里，一住就是几10年。王旺旺当天夜里去了一趟山里，到了山窝窝里，真的让他对这个小小的土匪窝刮目相看了，竟然有10几箱子的黄金。不行，我感觉大娃他们出事了，我们要立刻离开这里。啊，你别惊弓之鸟了，也许大娃二娃喜提媳妇正躲在哪里，先快活再回来呢。我没有让他们下山，而且他们手里带着家伙呢，他们这么多年的打猎的经验，一般人不是他们的对手的。孩子他爹，我怎么感觉心里一直发慌啊？要不我们听公爹的，先躲起来，如果大娃他们安全回来了，我们就出来，如果来的不是他们，我们就逃跑。帽子带着武器装备浩浩荡荡进山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直接一发炮弹轰平了整个身体。这个女孩被拐后，就送去山里给人当童养媳。由于10岁那年，为了救刘家的童养夫，她大冬天掉入河里，落下了后遗症，不能生育。这么多年，王小翠在刘家当牛做马，活得很苦，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可现在，她的丈夫外面有了女人，想和她离婚，可是一家人又舍不得她这个超级劳动力，居然找到村里的2流子算计她，然后逼迫她离婚不离家。王旺旺将这一切告诉她亲哥后，哥哥马不停蹄地去解救妹妹。果然，他们看见刘建民和一个女人偷偷摸摸地给一个瘦弱的女人喝东西。张平安的一个兄弟冲了过去，直接将他们打晕了。小翠，我是大哥平安，我是张平安啊。张小翠丢的时候已经5岁了，虽然记不住家在哪里，但是一直记得哥哥的名字张平安。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我松开手，你别叫，他们要害你。水里下了药，他们要毁了你的清白，和你离婚，又不想让你离开，所以想毁了的你，又收留无家可归的你。听明白了？听明白点点头，我就松手了。哥，是你吗？真的是张平安？张平安来不及多说，把药灌入了张小翠男人和那个女人的嘴里，把他们送进了屋里，让张小翠先离开一会，假装去菜园子里干活。不一会，一群人来了。我看一个男人钻进了刘建民的房间里，咱们赶紧破门，把他们揪出来。屋里有些黑了，也没看看是谁，直接把2个人从房间拉到了院子里。我去了，怎么会是我姑娘？而这时，杨斌带着帽子也赶到了。刘建民家一看帽子来了，说刘元梦是自家媳妇，结果挎着篮子的王小翠就回来了。我要举报他们，我才是刘建民的媳妇，她是刚离婚回来娘家的刘元梦，请帽子同志为我们做主。这时候，张平安押着一个男人也回来了。是刘建民一家让我来的，说毁了王小翠的清白，他们不找我麻烦，以后还可以额外让我免费来活活王小翠，并且给了我5块钱。我不傻，立刻同意了。可是我啥也没有干，这5块钱还给你们家。没有想到，看着憨厚老实的刘建民一家干这么不是人的事。帽子同志，我要举报他们拐孩子。帽子同志把刘家一家子带去了帽子局，没有见过世面的他们，在帽子的威严下，立刻就招供了。王小翠和刘建民离了，刘家都被判刑了，事情都平息了。王旺旺又过上了养老的生活。可是京都的欧阳家就没有这么平静了，因为欧阳建国的桃花节开始了。这个陈梦桥有意无意的在欧阳建国的面前晃悠，如果是平时，欧阳建国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的，但是有了王旺旺的提醒后，一些异性的靠近，他都要用审视的眼光去琢磨一下。这一细看就看出问题了。王旺旺给未来公公算出的桃花运居然是个太阳国的女人，她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故意在欧阳建国的面前弯腰捡东西，把自己妖娆的曲线展露给自己，企图引起欧阳建国的注意。这天陈梦琪突然出现在了唐家慧工作的医院，想间接的挑拨夫妻关系，说自己是欧阳建国的同事。她有些胸口闷，想找唐家慧给看看。你心脏没有问题，平时注意休息，不要有情绪上的大波动。嫂子，谢谢啊，您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听大院里面的家属说，你欧阳政委是个怕老婆的，我就想着你应该是挺凶狠的呢，没有想到您这么温柔的长相。我说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欧阳政委就推荐我来这里找嫂子看一看，我自己感觉没有什么的，可是政委不放心，我就过来找嫂子了。
唐佳慧都想扇他了。如果不是他最近几天听建国说的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都是他的事情，他可能真的相信了这绿茶的话。唐院长，你家欧阳建国不是没有兄弟姐妹吗？怎么多了一个妹妹出来啊？是干妹妹还是情妹妹？如果是情妹妹，这是作风有问题，我是要去举报的。不是妹妹，是建国的同事。同事？哟，唐院长，别这么心大。刚才这位大姐说了，欧阳政委不放心他，让他来找你给看看。你一定好好看看啊，避免欧阳政委的同事妹妹心脏病犯了，嗝屁着凉了。嫂子，您别听别人的挑拨，我没有这样的意思。这位同志，你怎么可以这样曲解别人的意思呢？我真的曲解了你的意思吗？来，我们复述一下刚才你的话。第一，你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听大院里面的家属说，你欧阳政委是个怕老婆的，我就想着你应该是挺凶悍的呢，没有想到你这么温柔的长相。你刚才是这么说的吧？透露了别人在背后议论唐院长是个凶悍的，说政委怕老婆，引起唐院长对欧阳政委的不满。第二，你说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欧阳政委就推荐我来这里找嫂子看一看，我自己感觉没有什么的，可是政委不放心，我就过来找嫂子了，表明了你和欧阳政委的关系比较近，同时也表达了欧阳政委对你不一般的关心。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听不懂你的弦外音？你别在这里作妖，我们每天见的人多了去了，妖魔鬼怪一看就知道唐院长不想和你计较，是相信他家的欧阳建国，不代表听不出来你妖里妖气的话。赶紧离开，你再胡言乱语，我到你们部门投诉去。嫂子，我和欧阳政委没有关系，我如果和他不清不楚，怎么敢来您面前啊？躲着都来不及呢，你一定要相信我。说完就抽泣了起来。唐佳慧不说话，就静静地看他表演。我丈夫刚去世2个月，我还没有从丈夫离开我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没有想到这位同志会这样的想我，我爱我的丈夫，不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呢。你为什么这样污蔑我的清白啊？陈梦桥同志，这太阳国的女人，为了接近王旺旺未来的公公，不惜奉献自己，也要成为他的妻子，只为长期获得重要的情报。他来到医院来找唐佳慧，想挑拨离间，不料被护士长揭穿。陈梦桥同志，我代替杨护士长给你道歉，我是非常相信我家建国的，在这段婚姻里，不是我离不开他，是他离不开我。我对自己很有自信，所以我不会误会你们的关系。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了，我要去病房了。好的，嫂子，不耽误您工作了。嫂子这样的美人，政委一定很喜欢嫂子的。您不要相信有心人的挑拨。晚走了，再见。佳慧，你不相信我？相信，而且我的想法和你的是一样的。他就是来挑起我和欧阳建国的矛盾的。地道的白莲花一枚，建国回家都说了，最近有一个叫陈梦桥的女人，总是在他身边转悠。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她还查了他一下，她丈夫病逝2个多月，她能笑着的这么灿烂，看不出他们夫妻原先是大家口中的恩爱夫妻啊！我靠，你家欧阳建国牛逼啊，有着很多男人没有的鉴表的能力，给你家欧阳建国点个赞。不用担心，已经让人监视这个女人了，你下次碰到也多留一点，我总感觉她是有目的的。陈梦桥回去后就在办公室哭了。你们评评理，我心脏不舒服，接到欧阳政委的家属在军医院，我想找个熟人能给我看得仔细点，结果欧阳政委的妻子对我态度特别不好，还怀疑我和欧阳政委之间不清白。此时欧阳建国正好路过门口，你再去调查下陈梦桥，这一次包括她身边的人脉、交往以及她丈夫的死因都要细致的查一下。我总感觉这个女人不仅仅是表面的这样。陈梦桥每周5的日子是他和上线汇报工作的日子，他照样一个人来到了小公园，一人坐在那里。不一会，一个男人走了过来，撞到了陈梦桥，但是警卫员小赵却敏锐地发现陈梦桥这个女人，她的手指在对方的手心划拉了一下。回家后，欧阳建国把调查到的资料带回了家。和陈梦桥有交集的人赵龙，现35岁，棉纺厂的副总经理，带孩子闲逛，孩子撞到陈梦桥的人刘大妹，现63岁，无业，跟着子女生活，在公园和陈梦桥闲聊的人陈东，现37岁，钢材厂的普通员工，搭讪陈梦桥的人朱前进，现46岁，国营饭店的大厨师。陈梦桥去国营饭店吃饭，两人见过面，打了个招呼，看起来就是偶遇，而这几个人和一个神秘人都有关系。是宋娇娇，军区大院唐家的儿媳妇。如果陈梦桥是敌人，咱们和他走动的近一些，都会被牵扯进去。
我们在调查陈梦桥的丈夫郑三秋的时候，发现原本两人感情一直很好的，就算他们之间没有孩子，郑三秋也顶着父母的压力，没有让陈梦桥受过委屈。可是，在郑三秋去世的前1个月，两人好像闹矛盾了。